俄方等紧急与中国方党会谈，意味着俄乌战场可能会生变，不只是张弹那么简单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焦灼的背景下，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与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不断地进行电话会谈，这就带来了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：俄乌冲突真的到了要生变的时候了吗？俄乌两国的防长在21号和23号3天打了2个电话。此外，俄罗斯国防部长还与英国、法国和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分别通话，最后还与中国的国防部长魏恒和进行了谈话。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和各大国的国防部长具体都谈了什么，目前仍不得而知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那就是乌克兰可能使用张弹进行挑衅。张弹是一种不产生核爆炸的放射性炸弹，其实它不是核武器的一种，而一旦乌军使用了张弹，俄罗斯军队就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报复。由于俄乌之间的谈判中断，俄罗斯可能会主动要求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沟通，以避免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。可以看出来，西方国家原本是不想在乌克兰作战问题上与俄罗斯进行妥协的，但是只要面临核冲突，或者是核冲突升级的问题，双方就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谈了。拜登此前在一场民主党的筹款活动上说，俄军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或生化武器，这绝对不是在开玩笑。美国正试图为普京寻找一条出路。拜登说，我们在设想普京的出路是什么，他的台阶在哪里，他在哪里能找到出路。所以当俄乌冲突发展到需要一方动用张弹或核弹的时候，等于就到了一个需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时间点了。这次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与各大国国防部长的通话，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首先，美国需要与俄罗斯就俄乌冲突进行沟通，这是控制冲突升级的必要条件。俄美双方不是直接的参战方，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。真正能解决泽连斯基政府是否谈判的，不是乌克兰，而是美国。所以当一方认为战争面临升级的时候，双方就有可能通过沟通机制来进行协调。美国想要给俄罗斯军队画出红线，俄罗斯也需要给美国画设红线。俄军高层与西方会有一个稳定的沟通机制。其次，俄乌战争发生了新的变化，西方开始更加焦虑。这场冲突自俄罗斯并入乌克兰4周，克里米亚大桥被炸，俄军不断对乌克兰的供电、供水等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和破坏。特别是俄军有了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这个消耗战的神器，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正在被破坏。当乌军作战处于不利局面时，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就有了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进行会谈的动力。另外，最近乌军反攻赫尔松也正在迎来一个大的变局，俄军存在着更大规模的报复的可能性。最后，拜登可能真的开始考虑给俄罗斯留有余地的问题了，否则冲突将难以收场。当俄罗斯提到乌军要使用张弹时，意味着俄军使用核武器报复已经很近了。所以拜登说的要给普京留有余地就非常紧迫。而通过国防部长进行沟通，是了解俄罗斯战略底线的最重要的方式。俄罗斯不可能接受在乌克兰战场的失败，西方也不可能接受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使用核武器，那么双方就存在着走上谈判桌进行交易的可能。总体来看，多个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与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进行会谈，或者是通过热线交谈，这意味着俄乌战场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变局，也就是会不会走向核战争的问题。这可不像是开玩笑，双方都必须认真
掂量掂量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